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。今天要锻造一把自己的刀，感谢萤火部落的达哥跟柴犬刀具的柴犬老师，让我来工作室一起量身定做这把刀。柴犬老师在我来之前，先做了一块大马刀胚。大家有看过锻刀大赛这个节目吧？整个流程就跟那差不多，但一些细节的部分他没有拍出来。那么一开始先做一个装材料的铁盒。今天要用鱼钩做出交错的花纹。盒子焊好之后，先喷一些二氧化钛，之后要拆开这个铁罐会比较容易剥离。我想做的刀子很短，钢材不用太多，盒子就小小一个。今天的主材料是鱼钩，呼应这把刀的用途。用超音波振动机彻底的洗干净，避免杂质影响融合。鱼钩放进铁盒里，倒入碳钢粉。铺满之后敲一敲，确定都没有空隙。把盖子四周都焊接好，这样材料在加热的时候才不会掉出来。那密封的罐子最后要开一个小孔，在加热的时候让罐子里面的气体喷出来，降低氧化的作用。把铁盒拿去加热，这里用的是瓦斯炉的鼓风机。整个烧热之后，就开始反复的锻压，把里面的鱼钩碳钢融合成一整块铁。一次只能延展一点点，所以这个过程蛮长的。我只剪接了一小段进来。融合好之后放凉，敲掉外面的罐子。那至于为什么铁罐子不一起去做刀呢？这我不太了解，大家可以去柴犬老师的频道发问，他有一个 YT 频道专门解说锻刀知识的。那这个外壳挖掉不要了，中间就是鱼钩做成的刀胚。把这块钢材再锻压一下，尺寸拉长一点。连接钢材的那个杆子也是要用焊接的，所以实际上要花很多的时间。钢胚放凉，表面磨平，短暂的泡一下酸性的氯化铁。鱼钩有镀镍，镍跟钢进酸后会有色差，现在能稍微显示出这块钢的花纹。接着把大马钢胚对半切来做三合钢，最中间是瑞典高碳钢，这是刀锋。外侧是镍片，最外面就是刚刚鱼钩做的大马钢。这种夹钢的做法让中间的刀锋硬度最高，而大马钢的花纹留在刀的外侧。焊接起来再次融合延展。整块刀胚到此时才算完全做好，接着就敲出整块刀胚的形状。其实到这里就可以直接敲成刀片了，但为了让我能参与到制刀的过程，敲出刀胚概略成型之后就停下来。在锻造的过程中会剥落黑色的铁块还有磨刀喷出的铁屑，那些都是无法回收再利用的，所以做一把刀材料的损耗是蛮高的。做到这里，锻打作业停下来，等我到工作室之后再把后续完成。这就是我刀子的半成品，这已经非常有样子了。柴犬老师将会教我完成后续的工作。先拿个木板练习一下。也不用加太多，它主要是用落锤的高度来决定力量。把刀锋处敲扁，让它更接近预期的形状。没有想象中那种要敲很大力那样。刀胚红的时候真的很软。老实说，初学者只能做做样子，有个参与感就好。
我中间就有3下落锤的角度没抓好，导致刀背敲出3个凹洞，这应该就叫做出锤啊。太长的话，譬如说敲一把武士刀，它可能前1/3都还有足够的击中力，对，然后敲到后来会精神涣散，对，由大师再来补救一下。用磁铁测刀子有没有磁力，这个动作我不太懂原因，反正就是没有磁力才是正确的。这台钢丝砂轮机很锋利，撸到手可能会撕裂伤吧，没经验的人不能操作。我来之前已经有把理想中的尺寸给柴犬老师，他做了一个模型压在刀胚上，用奇异笔画出多余的部分，接着就用砂带机磨掉多余的钢材。为了确保刀面直线，过程要顶紧刀面，用木头顶，避免手指头也撸下去了。这根棍子是锉刀，用锉刀把刀根两侧的转角处修得更圆润，这样使用时不刮手。我这个刀根刻意做得特别长，比刀身还要长，更贴近我的使用习惯。一边磨角，柴犬老师一边去合握把的凹槽，又是一个细腻耗时的步骤。再次磨平刀面，这一步是磨出刀锋的角度。用砂轮机的铁板固定好角度，用木棍抵住往上推。这个刀是要用来斩鱼骨的后背刀，所以刀锋的角度大一点，比较不会崩。看得出来我有一点磨歪了，刃线没有对齐后面的那个转角，等等再磨掉一点。这个是淬火用的油，要先加热。现在是关键时刻了，要做热处理，就是把刀拿去加热，再瞬间冷却，这样子能提高钢铁的硬度。刀胚烧热，迅速放进油里面冷却。拿出来立刻用2块铁条夹住，避免冷却过程中刀身弯曲。用硬度65的锉刀来测试刀锋，能顺利划走，没有铁屑掉落，就是刀比锉刀更硬。如果是一般较软的铁，锉刀就会卡住，硬撸就会有铁屑，代表硬度低于65。那接着要回火，回火的用途是把刀的硬度再稍微降一点。刀也不是越硬越好，刀太硬的话容易断或是崩口。用烤箱加热到200度，放着1小时，我们也刚好要吃中饭了。吃完饭接着搞，再次刷掉表面的氧化层。接下来这个步骤我不确定叫什么，大概还是叫回火吧。就是用瞬间的高温燃烧刀背跟刀根，增加刀背、刀根的韧性，降低硬度，避免砍劈的时候断裂。我预期这把刀未来将会过得很艰辛。那烧太久会怎样？太软，或者是变得红的，就是当面就不会这用这个火是为了温度更高。比瓦斯温高的。哦，就是蓝色的温度在火焰的温度在1800度左右。用水泡着刀刃是避免刀刃的温度拉高，刀刃要硬，刀背不要太硬。蓝色的部分就是刚刚加热的范围，热处理的部分到这里整个完成了。再次抛光表面。这个机器是画出刀锋的正中心，确认刀锋最尖的位置没有歪掉。磨完刀刃，磨刀背，把这个尖角磨圆。这砂带机真好用，我都想买一台了。家里的刀子越来越多，
用这个能节省很多磨刀的时间。下一个步骤是浸酸，把刀子泡进酸液里面腐蚀表面，这样子刀身就会有明显的花纹。一开始要摇晃一下，把刀表面可能有的气泡摇掉。泡了大概20分钟，银色是鱼钩的镀镍外层，镍不易腐蚀，那碳钢会变成黑色，两个色差很明显，就显示出花纹了。再来是刻名字，有专业的机器可以自己操作，但做起来并不容易，很容易刻歪掉。我已经练习了2遍，还是一样丑。下一步制作刀柄，刀柄是用2块垫木中间挖出凹槽，预留铆钉孔，再用 AB 胶粘住。连铆钉孔都要沾满胶，趁胶还没有干，立刻转紧螺丝。这种刀柄结构加上超长的刀根，让我非常有安全感。锯掉螺丝头之后，开始磨握把，依照自己的手型来磨。因为我的手比较宽，做了比较长的握把，而且我有正握跟反握的需求，磨的时候要反复的确认手感。刀柄的末端我也磨了凹槽，方便挠脚的时候用大拇指扣住施力。刀柄我想要粗一点，整把刀才能稳定的放在砧板上。这把刀的造型很怪，在我的构想里呢，在开鱼之前的处理过程全都要用这把刀完成。挠脚、切腮、斩断鱼尾，深入鱼的上颚，切断粗硬的下巴骨，深入鱼内脏两侧化开鱼腹。针对整个使用场景规划的尺寸。柴犬老师在做最后的开封，做出第2个刃面来，这真是一个很耗眼力的工作。弄了一整天，这把刀终于完成了。因为这么小的身体啊，容错的空间就会非常高。鱼的这一侧嘛，我们就从这边下去，沿着鳃割这一侧，要到它的下面的第1个连接处，从这个缝里面往前拉，到这边的时候转刀面，然后就开始割另外一侧的这边。这一刀要下得深。要把鱼鳃跟胃的最前端整个割断，内脏跟你的下巴肉才不会伤到，尽可能的伸长。它那个点是这样，插进去之后，鱼鳃是紧黏的脊椎骨，用一个半扇形的方式，这时候压刀身、挑刀尖，绕着那一个扇形的周围，把整个鱼鳃切下来。所以你这个宽的话，你到这边你就整个卡住，不能转。对，不能转。这个刀型在生鱼片之前就一把，就是打死所有的操作，挠脚，然后切鱼尾，开鱼腹，整副内脏跟身体连接两侧都是母。有的初学者会硬拉，那么两侧的肉就裂开了。冲淡水的时候，淡水就走进身体的肉里，整条肉都氧化。熟成完，整个腹都是黑色的。够深够细的刀，把两侧的膜轻轻的化开来，一拉，鱼鳃带的内脏整副全下来。所以基本上处理鱼就是一把小小的刀，全部的东西都做完。然后重点就是要细长。刚刚超有画面，刚刚要做对啊，好像摔掉在这里。刚刚是很棒，刚刚是很棒。我就是想要这种刀，然后再加上我的手没有遇过任何刀的握把是我喜欢的，要又粗又比较长一点的握把。耶！我的刀终于做好了，非常感谢柴犬老师，感谢达哥，超赞，真的是非常厉害，很专业。这个刀啊，完全是依照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来做的，对，就是一个把柄特别大，特别大，对，然后刀身特别窄又长的，量身定做的。
对，然后上面的这个纹路也是按照自己的手型去做的。手型真的是很大的问题，因为这手超级大。他在做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饼好像还没做完然后怎么这么大嘞？后来我握他的手，他比我手多将近快1节。哇，那我懂了，这饼为什么这个 size。这个可以正握，然后可以反握，所以常看我频道的应该都知道这个刀我们打算拿来干嘛。对，对，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在海边使用的刀子。然后达哥应该大家都认识，对，达哥的知名度比我高很多，没有，就是不用喜欢介绍。专业的柴犬刀，那个刀具知识的可以看柴犬频道啊，喜欢看就大马士革钢的制作啊，我们这频道有持续在增加。太高兴了，我迫不及待的想要 Q something。谢谢，拜拜。哇，超美的耶！这名字看起来很像小朋友写的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刚刚敲的时候啊，因为我的锤子啊拿了有一点角度斜斜的，所以这个地方比较深，扣几嘞，但没有关系，反正这就是自己的刀，等于是一个纪念啦。隔天就来石城渔港试刀，碳钢刀是很容易生锈的，使用完的话要赶快用淡水冲过擦干。漂亮的肥烟仔虎、大青鱼，但是这些鱼的身子骨都不够硬，我要找更硬的来试看看。这2天有捕到10公斤以上的青竿，就养在旁边的水池里。这个够粗，粗到超乎预期了。这么大的鱼非常考验处理速度跟硬体。只要速度一慢，鱼肉温度升高，整块肉就毁掉了。选了一尾最小的10公斤，大鱼的鱼鳃非常粗硬，要紧紧握住刀柄，很用力才能切断。刀身窄短。操作时误伤自己的几率大为降低，也不会切到不该切的鱼肉。大鱼的血超多，在渔港把血都放完。长刀柄轻松深入鱼头内侧，粗硬的下巴骨也可以切断。这个鱼竿有一些异常的斑点，感觉怪怪的哦。回到家做后续的处理，鱼全身用淡水冲洗干净。这么大的鱼肯定是吃不完的，我打算做频道会员的抽奖，切断鱼尾，再做一次放血。哦，可恶，肉里有虫哦，新鲜的虫还会动。说不定只有尾部一点点而已，其他部位还是可以的。那就有个洞。还是先做放血，可以看到血从脊椎两侧的动脉流出来。鱼太长不好操作，先把鱼头切掉。这肉质看着真不错，摸起来有油。巴掌大的青干下巴，这个很好吃的。有虫就不熟成了，先切开来看看状况再决定。可能蛮多虫的。被虫寄生的地方肉都糜烂了，青干身上很容易有这种虫，
这种虫很容易就能发现，误食的几率很低。通常尾部血和肉的部分容易有，整个被钻出一个洞来。我看过挺多寄生虫的，第一次看到这种烂掉的情况，而且鱼都还活蹦乱跳的，这根本无法避免。这一块前段背肉，这个油脂很漂亮，油脂均匀的分布在鱼肉里，皮下的油脂也超厚，这个比我去日本吃的漂亮好多哦，也只有冬天能够这样子。中段这一节就有虫了，靠红色血和肉的地方，转过来看比较清楚。这支影片没有欢喜的试吃画面，但是又增加了不少经验值吧。能看到这里都还没转台的都是狠人啊。这里有一个大洞，挤一下糜烂的鱼肉就跑出来了，这都要吃熟的，或者冷冻一阵子再拿出来吃。后来切一切呢，大概是2/3的肉有虫，全都冷冻起来准备炖萝卜，或者做火锅肉片也可以。还好清干肉煮熟没有红干那么硬。抽奖没啦，下次再拿北野条来做，希望没有影响到大家的食欲哦，拜拜。